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算得上一个关税总统吧，因为现在他最喜欢威胁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真的没有人比他更懂关税了。这不，他又对金砖国家发出威胁，而且要征收100%的关税。现在咱们来看看这家奥地利德语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威胁对金砖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如果金砖国家放弃将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美国总统打算采取强硬措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金砖国家，如果他们放弃将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将对他们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在其网络平台真理社交上写道：“我们将要求这些看似敌对的国家承诺，既不创造新的金砖货币，也不支持另一种货币取代强大的美元，否则他们将面临100%的关税。”他接着说，这些国家随后可以寻找另一个国家免除他们的关税。金砖国家联盟，金砖国家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5国组成的。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于2024年初加入。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多次批评美国货币的主导地位，并宣布打算在金砖国家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付和清算系统。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美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支付交易中最重要的货币。莫斯科希望通过引入一种不同的非西方货币，减少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由于乌克兰战争，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尤其影响到该国的金融部门。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进口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美国将对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因此他再次向这2个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宣布了这一消息。因此，美元对墨西哥比索和加拿大元立即升值。特朗普在2017年至2021年的第一个任期内采取了征收关税手段。经济学家们认为，影响深远的关税将导致美国物价上涨。好的，朋友们，对于特朗普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威胁要征收关税，我们看看德语区的网友们怎么看。第一条评论：许多特朗普选民认为中国、俄罗斯、加拿大或墨西哥将支付关税，这方面的采访和调查成堆。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进口公司必须支付这些关税，当然还要将其作为附加成本转嫁给客户，这当然会使这些商品更加昂贵。大部分美国人的无以复加的愚蠢，再次让特朗普成了总统。下条评论：我不怪那些蠢人，而是怪民粹主义者。他们撒谎、欺骗、画大饼，于是一些少数人就难辞其咎了。因为严肃的论点或对未来的愿景不如谎言畅销。继续往下，不切实际的诺言也需要愚蠢的人，这样肥沃的土地，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对特朗普的言论摇头。我们再往下，我认为这太肤浅了。大多数法律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政客的行为符合选民的利益。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极端，因为在美国，总统可以自行制定很多法规，但此类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只要有足够煽情，你几乎可以推销任何无稽之谈。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可以举行尽可能多的投票，直到想要的结果为止。下一条评论：奥地利的基克尔是这样，德国的维德尔也是这样，等等等等。他们利用的是人们的常识，而这些人都认为常识高于经验知识。继续往下，这也要归咎于那些投票给民粹主义者的人的智商。再往下，智力是公平分配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智力感到满意。下一条评论：早在第一任期他就说过，我要建一堵墙，墨西哥会为此买单。怎么支付？他说用关税啊。如果有记者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那他就是左翼谎言媒体。继续往下，过高的关税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招管用。再往下看，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光伏电池板等征收的关税有效吗？我们欧盟这里仍然没有光伏产业，而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汽车产业，尽管征收了关税，却没有真正的竞争力。再往下看，国家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人们不得不掏钱，而他们却认为这样做很好。中国等国家几乎不在乎，太完美了。下条评论，从长远来看，特朗普只会因惩罚性关税而失败，但他显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继续往下，他有什么损失？就他个人而言，什么损失都没有。最大的可能在中期选举中发生点什么，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太乐观。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变得越来越聪明。再往下看，这样他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他需要的货物了。如果不是偷，他从哪里拿到货物呢？下条评论，让咱们看看他能做成什么。美国经济强劲，令人印象深刻。继续往下，这不完全正确。昨天我听到普京就此接受采访，他也被问及100%关税的问题。普京说这不一样。他接着说，据他所知，特朗普并没有这么说过，特朗普只是指那些禁止使用美元的国家。普京接着说，特朗普不是指仅停止使用美元的国家。继续往下，如果这是普京推销他的傀儡的东西，那肯定是真的。尽管对特朗普来说，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他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签署什么协议。好，我们再往下。有一点可以肯定，拜登肯定不知道自己在签署或下达什么命令，因为显然有人在幕后操纵他。例如，他并不想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不惜一切代价。那么关于特朗普，哥伦比亚左翼总统不允许载有非法移民的美国战机降落。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不久，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就派自己的飞机去接非法进入美国的本国公民。当然，特朗普很快就发出了威胁，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像欧盟政客那样被人耍得团团转。欧盟政客在这方面10年来寸步未进。下条评论，你的评论扭曲的几乎可笑。哥伦比亚总统的要求是在驱逐过程中尊重人的尊严，不要让他的国民戴着手铐在军用飞机上待5个小时，不喝水就被驱逐出境。他从未要求停止驱逐，因为在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期间，驱逐经常发生，但他们都没有像特朗普这样大惊小怪。现在哥伦比亚公民被像人而不是像牲口一样驱逐出境，也就是说，特朗普已经100%的屈服了，而且现在还像往常一样把他的屈服当着胜利来推销，因为他的选民无论如何都会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继续往下，一旦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削弱了金砖国家货币，那些目前更愿意考虑使用其他货币的石油生产商当然会乐意重新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因为他们当然会赚得更多。因此，这对大宗商品出口商来说是双赢的。不过，我无法想象特朗普敢于对消费品出口国印度和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因为这将在极大程度上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德国知识点评，其实西方国家的人挺无知的，什么时候印度变成了消费品出口大国了？甚至还排在中国前面？我觉得是这样啊，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有的西方人喜欢美化印度而贬低中国。好，继续往下。好吧，那就让他征收关税，让美国人吃不了兜着走，我没意见。现在你可以说，因关税而变得更加昂贵的商品，更有可能在美国制造，好吧？但这需要时间来建立工厂和招聘合适的员工，对客户来说，可能也不会更便宜。但是如果考虑到俄罗斯及其能源，这就更令人兴奋了，因为你想进口能源，这将很难弥补，而更昂贵的能源肯定会促进经济啦。我们应该对特朗普冷眼相待，让他继续作妖吧，看着他惨败。
下条评论：我建议对美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所有产品征收100%的关税，或者说他们没有那么多全球需求的可以征收关税的产品。继续往下，当他惹上全世界的麻烦时，他该怎么办？那他就可以自己吃自己的鹿化鸡肉，自己修剪他的高尔夫球场了。再往下，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突然更高，美国的苹果爱好者们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主要是在中国和印度组装的。下条评论：如果冯德莱恩发出威胁，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开怀大笑。接着往下，没错，因为除了欧盟的技术官僚，也就是那些在国家层面的边缘人，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再往下看，关税看起来不错，但他们有个缺点，如果有交货就会有关税，但价格会上涨；如果不交货，就会出现供应缺口，产生类似的影响，而且也没有关税收入。无论如何，结果都是高通胀。一旦美元贬值，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些欠美元债的人可以高兴了。里根和布什已经是相当厉害的经济学家，但特朗普会轻松超越他们。他能做的就是破产，他比我们奥地利人更擅长这个，总是摔跟头。下条评论：一切都是作秀，美国人从电视上看惯了这些。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许多特朗普粉丝没有意识到的是，他还用关税威胁美国人。他们认为谁会支付关税呢？当货物进口到美国时，应缴纳关税，并由进口公司支付。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当然这些公司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好的，朋友们，本期报道以及网友评论就到这里。你们觉得特朗普对金砖国家威胁要征收100%的关税这样的政策会有效果吗？好的，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呢？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见。